啊！老爷，有人说呀，一个人在死的时候穿红衣服啊，会变成厉鬼来报仇的。我的名字叫唐崇，起初是一个刚正不阿的县官，可今天我却要亲手造就民国第一冤案。就在1周之前，镇上的首富林子清控告酒馆老板曾家驹谋杀其子。当犯人被带上来的时候，我就感觉到了不对劲，因为抓捕曾家驹的并不是衙役，而是林子清的家丁。曾家驹来到我面前后，直呼冤枉，表示他只是跟对方吵架，并未动手。我自然不能听他的一面之词，就传唤了证人。这个证人正是林福的管家。当日，他和受害者一起来到了曾家驹的酒馆。酒馆的老板娘甄娘行为不端，更是勾引处事未深的林少爷。关键时刻，曾家驹带着老娘玩了一手仙人跳，并且向林少爷索要2000块赔款。林少爷不同意，就被曾家驹用扁担活活打死。我一听就知道他这是在胡编乱造。当着林首富的面，我又不好当场说穿，要想得知事情的真相，要找到关键证人。甄娘退堂以后，我就让手下对这件事情进行调查。当天，林少爷确实带人去了曾家驹的酒馆，但事情的真相却是林少爷主动调戏甄娘，甄娘被气得回到了后院的闺房，管家示意林少爷跟上去。林少爷也趁着曾家驹不在家的机会将甄娘欺负。就在管家和众家丁看热闹的时候，林少爷突然体力不支，脱阳而死。此时的曾家驹恰好从外面回来，于是管家就把这件事情嫁祸到了曾家驹身上。就在我想着第2天将曾家驹释放时，二姨太的表哥，也就是县衙的师爷找上了门。原来他是代表林首富来收买我。刚正不阿的我怎么能为了这区区的200大洋出卖自己的良心，并且告诉师爷，要不是看在二姨太的份上，就把他当行贿犯抓起来。师爷还以为是我嫌钱不够，于是就回去找林老爷要了500大洋。这次师爷也学乖了，直接先找到了二姨太。这笔钱来的正合适，他家里来信，他老婆吐血，正等着钱用呢。我先进去，到这个月你再进来。就这样，在2人的配合下，我昧着良心收下了500大洋。直到当时我1个月的工资才9块大洋，于是第2天我就判罚出了民国第一冤案。眼看曾家驹被顺利斩首，我心里的大石头才放了下。可就在我给妻子写家书的时候，怪事发生了。大人呐，有鬼啊！咬我！有鬼在哪儿？在我脚底下。老爷，那不是人头，那是痰盂罐啊！痰盂罐啊！您看看。另一边，原来失踪的甄娘被林首富软禁了起来。他们父子2人居然都对甄娘有想法，并且表示只要从了林首富，就帮他救出丈夫。可是甄娘没有答应。次日，甄娘就从丫鬟的口中得知丈夫已经被斩首。甄娘又气又恼，可又无可奈何，于是她假意答应了林首富，并且提出让林首富明媒正娶。林首富自然也没有怀疑。在他累得筋疲力尽之时，甄娘掏出了早就准备好的匕首，向林首富的腰子扎了9981刀。甄娘知道自己一个人逃不掉，于是就穿着红嫁衣在树林里上吊。次日，一个路过的樵夫看到甄娘，差点被吓死，随后他就报了官。于是我就带人来替甄娘收尸。起初我并不认识甄娘，只以为是哪家的小媳妇儿，想不开在这里上了吊。直到曾家驹的母亲赶到，我才知道这个女人就是失踪多日的甄娘。一旁的家丁对我说，有人说呀，一个人在死的时候穿红衣服啊，会变成厉鬼来报仇的。听完家丁的话，我的心里也泛起了嘀咕，可能是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。我居然看到一个穿红衣的人影出现，我一直跟着他来到了偏房。出于好奇心，我就捅开窗户纸查看，居然被我看到死鬼曾家驹正在欺负二姨太。我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，抄起锄头就冲了进去，二话没说就对着死鬼曾家驹开始输出。二姨太却上来阻止我，我很是疑惑，
因为刚刚我打的并不是人，可将曾家驹翻过来的时候，他却变成了师爷的样子。此时的二姨太居然想要趁机敲诈我的500大洋，没有办法，我只好暂时同意了下。就在二姨太跟我一起处理事业的尸体时，师爷突然松手，拉着二姨太一起掉进了荷花池。看着这对奸夫淫妇溺水的样子，我心中十分畅快。经过深思熟虑后，这个县官是不能干了，于是我便写了一封辞职信，打算拿着这500大洋回家养老。经过1天的赶路后，我们来到了一家客栈投宿。可我刚下轿子，就看到了一旁的棚子里停放着2口红皮大棺材。我急忙询问是谁的棺材，是一位老太太，说起来实在可怜，她的儿子莫名其妙的受了点冤枉，被杀了头了，她的儿媳妇儿也上吊死了，一家人弄得家破人亡。这件案子据说是一位混账老爷受了钱，昧着良心判他的儿子杀了头。看了看手里沉甸甸的大洋，心里有鬼的，我就想换家客栈投宿。可是客栈老板却拦住我们说，方圆100里就这一家店。无奈之下，我只能硬着头皮在这里住下来。来到客房，洗漱完以后，我就打开箱子欣赏起了大洋。下一秒，大洋居然变成了曾家驹的样子。家丁们听到我的喊声后，打开箱子查看，并没有什么异常，可我依然放心不下，就让他们在我的房间打地铺休息。可是到了半夜，他们几个兔崽子却趁我睡着离开了房间。他们几个刚走，我就被奇怪的声音吵醒，于是来到楼下查看，只见一团火焰从远处飘来，落地以后变成了一个女人的样子。眼看女人走进了一间客房，出于好奇心，我就趴到窗边查看。只见女人将自己的脑袋摘了下来，放到一旁，开始梳妆打扮。见到这一幕的我，被吓得3魂没有了7魄，急忙向客栈外面跑去。眼看远处还有一家酒肆还在营业，我就想喝一杯压压惊。眼看这里这么多人，我就把我遇到的事情说了出来。可下一秒，酒肆里的人就给我表演了一个绝活。我被吓得又从酒肆里逃了出来，一口气逃回了客房。眼看刚刚的红衣女鬼已经消失，我才松了一口气。可就在此时，外面又传来了敲击棺材板的声音。出于好奇心，我就打开窗户查看，没想到看到曾家驹掀开了自己的棺材板。只见他从棺材里走出后，就径直来到了我的客房。见到这么恐怖的一幕，我也只能抱着那箱大洋在床上瑟瑟发抖。可是曾家驹并不想放过我，只好跳窗逃跑。次日一早，等几个家丁回来的时候，我已经被挂在了树上。看到地上的大洋以后，客栈老板似乎明白了一切，八成是他做了亏心事了，这些个才真是卖命的钱呢。2个可恶的家丁临走时只带上了我的行李和大洋，居然把我留在这里跟曾家驹2口子做起了邻居。看来这就是所谓的善恶到头终有报，我也只好认命。到这里，我的故事也就结束了，我们下期见。